听说这边网络卡了4个多月，期间也找人来修过，但是一直没有修好，就找我过来看看能不能找出原因来。我们先听下老板描述这边的具体情况。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这点我能上网，等一下了又自动就断了，我上不了，你就刷一下了又可以。刷一下就可以。它不是个死的。不是，它就是说啊，这一台一下断，一下有，一下断，一下有。就是要不就这一台又是这样子，就是说这台一下断都有吗？都有这么？没有4台都是这样。 4台都这样？对，今天都是这样。今天都是这样。原来不是，原来就是这一台不能说，这3台可以，等一下这台刷一下又可以，4台都可以。里面哪里给我怎么设置过一下就好了？好像是啊。当时我看了一眼电脑，电脑是可以正常上网的，所以就打算去路由器那边，看下在那边能不能找出原因来。你那个主路由在哪里啊？这个就是主网的。没有主路由器。路由器他们都检查过了，都是没问题的。路由器什么都，电信都已经检查过了。检查过了。进来看到这个路由器，我感觉大概就找到了原因。这路由器插满网线不说，下面还接了个交换机，交换机还插了这么多条网线，那10有8九是这路由器带不动了。正当我打算看下路由器后台的时候，他们电脑又断网了。喂，断网了。这种情况就要查电脑有没有 IP 地址了。我看了一下电脑 IP， 它是1网段的，这里我就拼下网关，先检测它内网正不正常。哪成想这么一拼，这台电脑目前连内网都是不正常的，那这边频繁断网应该是内部网络或者是线路存在什么问题，所以我就上取电仪看看这电脑的线路是接到哪个设备上的。那时候我还以为电脑会接到交换机上，是交换机的主线不好导致了断网，哪成想我是在路由器上找到了这网线。我给网线对了下线，1到8星都是通的，然后再看了一眼寻头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这就有点奇怪了。那之前内网怎么说断就断呢？难不成是网线质量有问题？为了排除网线的问题，我就拿我电脑接在路由器上，然后开始了长拼。这边拼通以后，它延迟也是正常的，并没有出现丢包的情况。当时我还以为是坐定了他们网线问题，但大概过了几分钟，拼居然丢了1次包，看来还不是他们网线的问题。当时我就判断是路由器负载不过来导致了断网，于是我就和老板娘说了这情况。老板娘，你这个应该是路由器问题了。你这么检测是路由器吗？对，路由器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为什么电信的他说我这些都没问题呢？他说是我电脑有问题啊。他检测的是他的光猫那些。后面我和老板娘叽里呱啦解释了一通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家庭路由不适合接入太多的设备，需要换一个好点的企业路由。结果这时候老板就拿出一个路由器和我说，他们一开始就用这个路由器的，但之前的师傅说这个路由器有问题，他们才换掉这个路由器的。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判断。不是吧？你这个是之前觉得有问题才换成这个的？对，买了这个呢，就是这个是个好的了，那个又没用，东西又没修好，还是没有问题。那你这个可能不一定是路由器问题哦。我这边能断网吗？啊？我这边能断网吗？你不会断太久吗？你先等。好了，你稍等1分钟。如果2个路由器都出现这种情况，那么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出现了轻微的环路，所以我就马上检查了下交换机的灯。我看这上面的灯倒是没有闪得那么厉害，这种情况又不太像是环路。我转眼看了下我电脑，发现这次丢了10几个包才恢复过来，那眼下只能抓包看下内部网络了。当时打开软件，一下子出现了大量的 ARP 广播包，这下我才反应过来，这里面有网线存的环路，但是不知道是哪条。还不是设备问题，这线里面不知道是哪条出了问题，搞得我误判了。现在给面子的是，之前怎么拼都不会丢包，现在我发现了环路，它就一直的丢包。现在目前整个网络都是崩溃的，一堆客户就在外面排队等着。老板还以为是我搞的断网，当时别提我的处境有多难了。现在我只能看哪个口闪的比较厉害，就把哪个口试下。当时我先用了13号口，我就把它拔了，再看了一下电脑，网络还是迟没有恢复过来，看来还不是这条线。后面我又相中了9号口，我把它拔了，
再看了一下拼，拔了9号口，拼果然就通了，看来环路就是这条网线了。但是我把它接回去验证的时候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拼只丢1个包，后面的拼都是正常的，大概整了20个包左右，拼才继续超时。这种情况我就不敢确定它是不是环路那条网线了，只能通过再次拔线去验证。这里我已经拔线了，但是拼没有恢复过来，那环路还不是这条网线。其实面对这种故障还是挺棘手的，环路了能上网能拼通，你就算现在什么都不干，拼它一会儿就能恢复。就比如我之前拔的网线，只不过凑巧遇到了它自己恢复而已，并不是我拔对了线。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网线插回去再验证下。遇到这种故障我也是相当的无奈，你要耐心等待它断网，然后在它网络恢复之前拔对那条真正的网线。好在这边网线数量并不多，我看到6号口闪得特别的厉害，所以就选择拔它试一试。这一条只能说看运气了。就是你把那个黑色的拔了，这里黑色的，这里黑色的，它现在又正常了，关了好几个电了，这边。现在正常了。这个黑线你拔了没有？我现在拔了一条灰色线，现在网络是正常的。你们先工作。到后面没客人的时候，我又把网线接上去，反复的测试，发现只要接这条网线，拼它就会丢1个包，所以我就重点查下这线是干嘛的。这个就是这里灰线了，这个灰色的线我们就是走整闸的。整闸的？不是，就是走那个上面的，走这所有这里查这边的线，那就是走那边的。是的，这2条线都到这里来了，就走的是到了这里来了，因为这里上了很多线嘛，这里有。我上设备测一下，你这里有梯子吗？梯子或者个凳子？你就站到这个桌上去行不行？行。小心了啊！就在这里的。千万要站稳了啊！没事。就这里的。这里是怎么意思呢？那现在到这里了。寻日鱼最终锁定了这条网线，但是我把它拔了，看了一下交换机，交换机好像也没有什么异常，所以我就做了个决定，去它另一端把这条网线接回大交换机上，然后这一头再把它接回原位。大伙看到了吧？这灯爆闪，证明这交换机有2条线是通向大交换机那边的，有人把这2条线都接了上去，导致了网络出现环路，所以只要拔掉1条网线，网络就可以自行恢复了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这环路居然存在了4个月，他们期间也找人来维修过，据说好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行了，后面也换了路由器，换交换机，甚至换过光猫，最后没得换了。师傅就说是电脑的问题，于是他们每次断网就用断网急救箱来恢复网络。其实这方法一点用都没有，只不过正好撞上了网络自己恢复罢了。至于这里的环路为什么能自己恢复，我也是纳闷的很。按理说这种百道的交换机并不具备抑制网络广播风暴，环路状态下还能自行恢复网络，而且还用了4个月，这也是超出了我的预料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维修也是让我增长了经验。好了，本期到这里了。